虽然没看过，但皮城善捷只差一个盖亚了，那必须还是得集齐的。为此我用了足足4年，这其中的酸甜辣只有我知道。说真的，我爱死你们这些手艺人了，出什么概念动不动就得用盖亚当数题，导致这盖亚出后这么久了，从来没有降下来过，甚至现在还涨了点，只能是先入了。当然提到盖亚，一般指的是 V2， V1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面。善捷的配件好像都一样呀，就是脊椎手型红灯加上一个光线，全新涨得有点多，那还是买一个二手的凑合一下吧。当然它的身材比例造型肯定是要比普通的 HF 要好一些的，但这么长的腿，这么细的腰，真的好看吗？感觉身材做的不如戴拿好看呀，为什么都喜欢拿这个当改件数体呢？它的重量方面是48克，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头部，这脸好瘦呀，你看看迪迦呢，这圆润的富态美感多好了。扎迪大地的守护者是天天吃土，把土放在大背带里面保护是吧？而且相较之下，这个窥视孔的细节是涂的太粗太高尚了，眼睛的蜂窝状细节倒是挺好看的，在头的侧面有2道金色的分丝。后脑勺是红色的，胸灯是透明件，一如既往的发白不好看，而且这次里面的细节做的太糊太肉了，和之前的真骨调一样，胸腹部是很软很薄的软胶材质，其他地方的材料比起普通的 HF 奥特曼呢也是偏软了很多，除了胸甲是黑金分色之外，其他地方呢都是红金分色，在皮套的左右肩膀上呢都有褶皱细节还原，是对称的效果，胸侧呢也有2道刻线的细节，一开始的真骨调迪迦是没有的，而后来的改件呢都加上了1条刻线，其余地方的褶皱细节仅仅是在于胯部以及脚的侧面而已。胳膊肘和膝盖处用的是斜切关节，之前大家诟病的洞呢，这次是没有。迪迦之后，其他的奥特曼都没有再采用齿轮关节，所以说掰动肩膀呢是很轻松的，而且幅度也很大，而且比起之前戴拿胯部会容器的问题呢，这次是解决了。解决方法是很简单粗暴的，我们把关节怼到底，可以看到2处分件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接触到了，所以你想让它容器都难，它都碰不到，怎么容呀？我寻思我带你能不能好好解决问题，这样也太敷衍了吧，效果太丑了。不过迪迦的大腿根也塞到里面了，怎么就没有容器呢？他的腿比迪迦要显长，所以说也显瘦，腿型比起迪迦的向内弯要好看了很多。而这次品控方面呢，除了头胸之外呢，都是银红分色，比较简单，想翻车都难。也就是左小腿的支盖没有做好，边缘处比较粗糙，背后给我绷上了一些漆点子，身上随便找一处地方呢都有比较细小的划痕。可动方面低头很小，抬头幅度很大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胳膊平抬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肩膀可以外拉，大臂根有平转，胳膊曲轴150度，斜切关节有一定的平转，手腕关节挺灵活，胸腰胯部都是软腰材质，所以说让位还是没问题的，就是不太敢掰，就怕前面挤压这么几下呢就没了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设立幅度70来度，前提90度，后提6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幅度120度，脚腕向内接地性还行，向外就比较一般了，脚尖有可动。绑完之后感觉它浑身的关节很扎实，没啥问题，怪不得都喜欢拿它当数体。配件方面全是6对不同的五指张开手，平成善捷这脊椎手型都差不多，然后是一颗红灯，倒没有很粉，但是偏白，就会显得有一丢丢粉。最后是一个它的光线，可以看到上下两端呢是2种不同的渐变色效果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款真骨调盖亚关节扎实，品控还能看，至少没啥大病，然后拿来和摘版的戴拿、迪迦组合皮城善捷就很完美了。因为我不喜欢把玩嘛，所以说配件包呢就不考虑了。